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昨天才讲到说啊，这个川普跟伊朗这边看起来协议已经达到95%。好，现在难道川普在玩两面手法吗？好，因为我们看到啊，美军现在又空袭了伊朗。好，他是说自卫空袭，好，那炸毁了伊朗的飞弹阵地、水雷艇。好，有相关的画面出现了，我们带大家来看哦，这是美军对赫姆兹海峡周遭发动的自卫性空袭，那轰炸了伊朗南部的飞弹发射阵地以及水雷艇。伊朗的官媒报道说啊，阿巴斯港传出了数次连续爆炸声，那原因尚未厘清。革命卫队则说啊，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来应对这个敌对的目标。所以大家想说啊，天哪，怎么又空袭了？而且他还讲说他们是自卫性的空袭，话都是一列共吼。好，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下阿巴斯港在哪里哦，其实就位在这个地区，所以呢，它是非常的接近哦，所谓这个伊朗最大岛的旁边。那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开轰伊朗南部哦，现在美国的中央司令已经证实哦，说采取新一轮防卫打击。好，那他们的发言人说，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港口进行自卫打击，那要保护驻中东美军部队因应伊朗部队的威胁。这次的打击目标非常明确，在停火期间哦，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会持续的保持克制，但同时也会全力的捍卫我军的安全。那针对美军的空袭行动，伊朗的官媒证实，而且指出说，在美军对伊朗船只攻击当中，其实至少有3人是不幸遇难的。那一轮就很好奇啊，其实美伊的关系哦，信任感非常的脆弱。那如果接下来美军又持续的这样自卫性的空袭哦，突然就开始打了，那这样子还谈得下去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写说，美伊的谈判是不是退回原点哦？我们看到哦，美伊快谈成，结果现在又变慢了，因为上周末传出美伊已经接近了停战的协议。华尔街日报也引述了调停人士说啊，这谈判的进程到25号开始又放缓哦，双方在伊朗核计划跟德黑兰金融纾困的安排上面，这个呈现了一个拉锯状态。好，那川普现在也确实有松口说啊，愿意哦让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好，他是重申了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那也就是要求立即将浓缩铀交给美方，或是转移到美国来销毁，或者是美伊合作就地销毁，亦或是另择地点来销毁。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浓缩铀部分哦，美方的要求就是要销毁哦，你不可以移到别的国家去哦，也不可以留在这边哦。他说这个浓度稀释，他不要，他就是要你伊朗销毁。好，那根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报道说，德黑兰已经同意转移他们库存的浓缩铀，但条件是必须要由中国保管储存。好，在跟华府达成协议前呢，伊朗要求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哦，整个谈判还是有一些僵局，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则说啊，伊朗政府现在的重心就在于透过谈判来结束区域战争，要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但同时也强调现阶段并没有将核武的相关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在思考说啊，到底川普能不能把伊朗的协议包装成胜利呢？CNN 有做一些相关报道，说川普一再表示，美国跟伊朗将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美国主导的战争。但是这份协议不仅引发了华府高度的分裂，更可能是场不令人满意的和平。所以 CNN 指出说啊，川普面临2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川普的协议是否比奥巴马2015年的核协议更加严密。再来第2个就是川普撕毁这个协议，而且发动战争，是否真的有让美国在面对伊朗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所以川普一再强调的胜利看起来像是再度被戳破了。好，那我们还要看到美伊之间还有另外一个
从中一直不断的在声势的，就是纳坦雅胡。好，纳坦雅胡他当然现在可能也觉得蛮无力的，因为他说他还是会加大攻打真主党。他说会攻打伊朗的傀儡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但是他也坦言他对川普跟伊朗的协商过程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以色列被排除在了协商代表之外。谁叫你要怂恿美国去打这场仗，让美国深陷泥沼呢？好，那美伊的谈判在加嘛，川普现在要求多国要绑定一个亚伯拉罕的协议。好，这是他要求，像是沙国、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要集体加入这个亚伯拉罕的协议，希望借由扩大跟以色列外交正常化的进程，来推动美伊协议跟双方结束冲突的重要组织部分。好，但是其中一个国家已经跳出来了，就是巴基斯坦，他已经公开的拒绝相关提议。那熟悉巴基斯坦的人说美伊谈判跟亚伯拉罕的协议其实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巴国强调没有义务遵守这类的要求。那沙国过去也曾经多次表达说，巴勒斯坦建国的议题具有进展之前，不会跟以色列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好，其余的国家目前则是尚未公开回应。当然有分析说以色列持续的进行加萨军事行动的背景之下，多个穆斯林国对于以色列仍然存在着高度不信任，使得川普的提案面临了现实阻碍。好，大家知道吗？大概有29国的国家目前是不承认以色列的所以这也是以色列的问题。好，当然我们看到了美军的这个行动我真的看不啦，怎么会又突然来了一个自卫性的空袭？那不就是把很多的协议又打坏了吗？我们就先问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军要撤退了。这个你知道，这个最难打的仗叫转进作战，也就是脱离战斗。现在美军在这个伊朗地区就是波湾地区，它目前来讲的话，在那个地方还有2艘的航母战斗群摆在那边，还有很多的空军的战机还在那边。那如果说是美军要这个转进，要脱离战斗要这个收兵来讲的话，那我试问一下，伊朗会不会这个放他甘休？伊朗会不会乘胜追击？我跟你讲，川普现在最头痛的是这件事情呢，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安然无恙说我们停战了，双方来讲遵守武德，按照这协议，我部队就撤走了。我跟你讲，你如果撤走的话，伊朗如果就我们军事来讲，这叫什么？这叫做乘胜追击，这叫做发起战略追击。那可能是不是伊朗也看出来美军有收兵的艺术？因为你现在2艘航空母舰在那个地方，2艘航母战斗群呢，不是只有2艘航母。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一个迪里波里号的这种2栖攻击舰，这么庞大一个舰队在那边，那你试想想看，一天要烧掉多少美金？再加上空军在那个地方，你现在折损最多的反而是这个 KC-135加油机，代表说你美军在那个地方，空军部队停留在那个地方，不是只有福特号的这个航母上面官兵想回家。我跟你讲，这个在上面这些官兵也想回家。那如果说川普这时候说好，我们签订停战协约，你走了，我跟你讲，伊朗会不会趁这个机会你走就开始打？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军这场这个战斗确实是蛮吊诡的第一个，美军他的说明说是我是自卫性攻击，那代表什么？如果真如美军所讲的自卫性攻击，代表说是伊朗正在准备发起攻击。伊朗如果说为什么这时候准备发起攻击，他看到你美军准备要走了嘛，所以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美国打了一场寂寞了，你看是不是事情又回到原点？我记得这场战争是2月28号开打的，那我印象很清楚，在2月26号的时候，双方在日内瓦的时候还在那边谈判。谈判的重点那时候有一个框架出来嘛，我记得那时候这个伊朗的外长他就对外宣布，人家记者访问他说，这次谈判有什么结果？他说我们谈出一个框架出来大家原来还以为是不会打，那框架不就是谈核协议？伊朗说我们可以这个纯粹核子，我们纯粹用在这个和平协议上面，我们也可以开放让国际原子能专家进来检查，我们没有要发展核武的打算。那是2月26号，那28号这个川普就被这个以色列拖进去打这场仗。那时候我就断言，我说美军打这场仗那叫做什么？叫做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什么叫做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呢？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作战准备，你就贸然去开战了。那一边打一边在想办法去求胜。你看整个作战过程，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场教科书级的这种败战怎么讲？你看美军刚开始是这个先是1艘航空母舰，后来1艘航空母舰不够，再加1艘这个福特号不够，再说要发展地面作战，这个82空降师，然后迪里波利号也赶
赶过去，最后全4号也赶过去，全4号过去以后，到现在全4号在哪里？全4号跑掉了，他原来已经到达的印度洋那边哈，这个后来在那边停不到这个1个礼拜，发现苗头不对，他又撤回到南海地区去。所以你整个过程，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场很好的一个战略级的教科书。你所有作战，你一定要完成作战准备，你才能够开战。你不能边打边投入边立，那叫做逐次用兵，是兵家大忌。美军不就犯了这场错误吗？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美军你准备要走，可是关键在一件事情，你要走，伊朗会不会让你走？第二个，以色列很明显的不让你走，因为这时候你想抽腿。我觉得川普这时候可能包括美军来讲，五角大虾一个头两个大。现在他在烦恼的，我认为他是怎么样撤军才是最严重。他如果撤不掉怎么办？是，所以将军觉得可能美军要抽腿了。好，那当然现在看到伊朗的部分哦，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自卫性的空袭。好，赖教授怎么看呢？外交谈判没有完成之前，部队不可能离开，也不会动啊，因为部队一动的话，谈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以国际政治的基本的准则来说，一定是外交谈判谈定了，然后部队才开始做移动。因为如果说部队先移动的话，那谈判就没办法进行了啊，整个战略的架构就翻转过来，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次的交火你会发现双方都有节制，也就是说美国有开火。伊朗也有反击，但是伊朗的反击就跟过去的反击不太一样了。从2月28号开始一直到第一次的停火期间，伊朗的所有的对于美军的反击行动是打真的，不是打假的。过去我们都知道，在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很多的时候是打假的，就是打形象、打意识的，但是而2月之后的所有的反击行动是打真的，包括对以色列的本土的城市进行攻击，包括对于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这都是打真的。可是这一次很明显的是双方有节制，这代表什么？双方继续维持停火没有变，那这代表说双方想谈，不只是美国想谈，伊朗也想谈。那既然双方都想谈，这叫做有限度的冲突。有限度的冲突对于美国川普来说，他是有一些这个策略的。这个策略一方面是对于国内，二方面也对于外面。为什么说？因为你看到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目前所传出来的双方的协议本，这个协议本没有跳出奥巴马时代的框架，所以庞佩奥就站出来反对了。他说：“你没有超过奥巴马时代的当时的6+1的核谈判的协议啊。”那如果没有超过这个当时庞佩奥的协议，你干嘛去撕毁这个协议？然后又干嘛又开火？开火以后，你又回到奥巴马时代的协议，那这意义何在呢？所以庞佩奥起来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白宫发言人马上就骂他说：“你更不懂，你闭嘴啊！”那你也看到共和党内的一些不具名的人士，他们也站出来说：“这个要继续对于伊朗实施开打。”不能够停火，也不能够进行谈判协议。他们的理由是浓缩铀还在伊朗的手中，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够这个马上停止战争，还是要继续打。所以对川普来说，他的内部的压力很大，因为他知道这个仗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为什么？不可能用轰炸的方式来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地面部队又出动不了，那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之前的这种虚张声势没有办法吓住这个伊朗，那对于他来讲怎么办？可是对伊朗来说，核浓缩铀变成烫手山芋了。你要不就是核浓缩铀，你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仿照朝鲜，马上做出核弹。你没有，你一直告诉人家说我的浓缩铀又提升多少，提升多少，你等于是告诉人家说你来打我，果然你被打了。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双方都已经有松口了，川普说不一定要交回美国，伊朗说交到中国是可以接受的，那难道不就代表有一些谈判的增厚这种曙光已经有点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谈判结束以后，军队才可能走，不然的话，军队一走，谈判就不会进行了，因为伊朗不会甩你了。好，但是我觉得美伊谈判没有这么容易。苑教授怎么看？是的，美伊谈判非常困难，而且的话呢，大家要知道，
那个阿拉伯的卫星电视台里面所传出来的什么伊朗的浓缩铀要转交给中国的话呢，马上几乎同一时间，就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讲这是假消息。哦，哎，马上就是宣布这是个假消息。这个假消息里面主要是有一个试探的意义了啊，就是说是要把中国放在美伊冲突的前排。那中国怎么可能会让你那么容易操作呢？对不对？我这边来讲啊，这里面出现2件事情非常怪啊。第一件事情的话呢，请问大家什么叫做自卫？英文叫 self-defense。那你被攻击的时候才叫自卫啊，对不对？那怎么大家知道吗？那个阿巴斯港在哪里？荷姆斯海峡最紧的，离伊朗最近的地方那个岛，在旁边就是阿巴斯港。那怎么可能在那边呢？那隔了那个美军基地在波斯湾的基地的话呢，隔得多远？你这个哪有什么被攻击的威胁？没有攻击的威胁，你会用这个名义来打呢？就是因为谈判没这么容易。美国本身的话呢，打不得啊，就是不打不谈，不战不和，不进不退。那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我自己严重的怀疑伊朗是故意打持久战，把它拖死在这边。我相信伊朗这边绝对不会，你看着好了，明天就来个小动作，然后这个川普一来，因为你轰炸，你炸人家13000多个点，你就能包含多少条人命啊？你光那个小女孩就是168人啊，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你在侵略伊朗的过程中你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纳坦雅胡讲的话，其实我帮他修改一下，这个完全2句话是完全不通的。第一个，我们将扩大攻打伊朗的傀儡组织啊，真主党他说的。然后我对川普和伊朗的协商过程失去影响力啊。然后呢，以色列被排除在协商之外了。那以色列被排除在协商之外，应该是摆在前提啊。以色列排除协商之外，那你对真主党打，因为伊朗的协商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伊朗第一个解除制裁，第二个要赔偿，还有一个是大的伊朗的抵抗之虎，包含真主党在内，通通要受到保护，所以不能够让以色列随便乱攻击啊。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到这种现象，所以以色列被排除在协商代表之外，讲这个话是讲给人家听的，就是说以色列没有控制川普啊。我告诉大家，以色列就是控制川普，从头到尾，连今天莫名其妙来了一个自我捍卫、自我护卫。啊，自卫方式的轰炸，通通都是以色列出的点子。因为对大家来讲的话呢，如果说美军就像按照我们将军的讲法，如果美国要撤退的话，那中东是出现2个霸王啊。那伊朗的话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大家知道，伊朗号称那个导弹还有70%啊，对不对？那以色列的话也算是一个霸王。那双霸之争的话呢，我问大家，那以色列能够干这种事情吗？能够容忍这种事情吗？那在美国的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吗？那反而让以色列更危险。这以色列的王国已经从原来不可想象，现在变成以色列要存在变成不可想象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北京现在很热闹，有2国的这个领袖呢，现在到访北京。好，一个就是塞尔维亚的武契奇。好，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也为他颁授了友谊勋章哦。那当然就是说，中塞友谊是经得起考验，而且更显珍贵。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也曝光。好，那习近平就特别讲说，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的推动2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跟坚定维护者。好，中塞2国呢相互支持，实实在在的造福2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好，武契奇当然也有做回应哦，他说啊，感谢中方授予他这个友谊勋章，他代表国家跟人民接受，那也体现2国关系的坚韧，也体现在2国之间巨大的相互尊重跟共同成就，这使得他们的国家更加的荣幸。好，那武契奇啊，特别在这一次啊，看出来非常的高兴，而且还流下了男儿泪。我们来看看。Poslovicu. Kod njih se kaže da samo usled ogromne radosti muškarac i čovjek ima pravo da zasuzi. Kada je predsjednik Xi potvrdio da ću dobiti orden prijateljstva i to iz njegovih ruku, gotovo da sam malo pre na sastanku zasuzio. Ja ne mogu da zamislim u svojoj profesionalnoj karijeri neki lepši dan. Ne mogu da zamislim veće priznanje.
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哦，莫过于就是拿到了友谊勋章啊！一轮帮他再讲一个成语哦，就是热泪盈眶哈。好，那当然，习近平会晤访华塞尔维亚总统哦，那也说访问推动中塞是全面伙伴的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了新高度。好，这是习近平说啊，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就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的这个光明大道。相信武契奇此行哦，将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了新高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塞尔维亚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这个领袖在中国的就是巴基斯坦。好，巴基斯坦总理呢也跟习近平见面啊，所以习近平真的好忙哈。好，习近平特别讲说啊，中方赞赏巴方啊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跟和平来发挥了斡旋作用。那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跟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跟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跟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好，那巴基斯坦的司令哦，大家也很关心，他也跟王毅会面了哈。好，这是呢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好，穆尼尔这边是说啊，各方已经对于达成协议有很多积极的姿态，协议已经完成的阶段，那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同时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国际影响力，那促成最终和平来做出贡献。王毅则说啊，巴基斯坦确实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巴方为维护地区和平所做出的艰辛努力表示赞赏跟支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巴基斯坦总理这次到了中国大陆去大家的议题似乎也是着重在中东的部分啦好，那当然也看到载有石油跟 LNG 船只驶离了赫姆兹海峡到的地方就是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大陆。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航运数据显示两艘分别载着中东石油跟液化天然气的船只已经离开了赫姆兹海峡，分别到的就是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大陆。那现在呢，中塞巴三方的经贸合作也有一些讯号，因为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谈到双方有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然后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的中期行动计划，所以两国是签署了20多项的合作文件，甚至也发表了2份共同的声明。那李强也分别这个会晤了是夏利夫跟武契奇也就是中方跟这个塞尔维亚以及巴勒斯坦都有，对不起，是巴基斯坦那习近平呢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以及李强呢跟塞尔维亚武契奇来进行会谈，说愿意与塞国做大做优两国的经贸合作。他说中方其实非常愿意进口更多塞尔维亚的优质产品，那也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尔维亚来投资，拓展在人工智能、新能源、还有先进制造以及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上的合作。好，那这3方的关系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紧密，尤其塞尔维亚会送一个友谊勋章，代表这两国关系非常之好，铁杆盟友。我们先问赖老师。中国对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是雪中送炭哈。我们都知道武契奇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统。我想观众朋友如果恢复你的记忆的话，你可能还会想起一个画面，就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怎么羞辱这个武契奇，让他坐在他的办公桌的前面一个小椅子，好像在那边听训这样子对待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就是美国怎么去羞辱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总统，而中国大陆是怎么去对待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你看这个以盛大的礼仪来迎接。有人说为什么在室内？太热了，外面那外面的温度太高了，所以移到室内来。但是所有的典礼的礼节的仪式是完全的不马虎的规格，是跟在室外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对于中国对大国小国的尊重的态度是一致的，没有说大小眼的一个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塞尔维亚它在欧洲，在南欧这个地方，它的处境非常艰难美国曾经多次的想要去轰炸塞尔维亚。如果观众朋友还记得，中国大陆用运20紧急的把这个红旗的导弹紧急的飞到塞尔维亚去，帮他把防空系统建立起来，
阻止了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再度的轰炸塞尔维亚，这是代表中国大陆在支持这个塞尔维亚免于受到外来的侵略。还有我们观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欧洲的国家是反对分裂的，例如说这个加泰隆尼亚地区，西班牙的这个南部东南部的一个加泰隆尼亚地区，就是我们讲的巴塞隆纳这个地方，他们公投要搞独立的时候，这个欧洲的国家都反对，所以推动运动的也经过公投通过的这个领袖就被西班牙的法院通缉以后，然后他逃亡到欧洲，德国把他逮捕了，把他移送回这个西班牙去接受审判。也就是说，欧洲的欧盟国家都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国家独立，因为他们害怕意大利的米兰闹独立，害怕英国的本身的苏格兰等闹独立，法国也害怕他的科西嘉闹独立，所以他们都反对所有的独立运动。结果他们却把这个南斯拉夫把它裂解了，把塞尔维亚裂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双重标准使塞尔维亚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们的政府也觉得很不公平，你欧洲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给塞尔维亚雪中送炭，一直支持他。现在当吴契奇离开他的国家到中国访问的时候，美国跟欧洲的 CIA 等这些特务机构就在塞尔维亚内部里面去推动群众运动，去反这个总统。那这个总统他自己都说，他的任期是到明年2027年结束，他没有叛国，他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只因为不愿意走向欧洲、美国、西方的路，他就在国内就要被推翻，明年就卸任了，他们就不让他下台，不让他把任期干完。但是他跟中国大陆达成的这个协议，我相信，即使任何一个继任者上来，他也不会推翻这个协议。为什么？这个协议是对于塞尔维亚是好的。这个就跟谁一样呢？跟米莱，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在选举前的时候说要断绝跟中国的关系，要把中国企业赶出去，然后呢不要用人民币。结果您看，他上个礼拜才宣布，他们最大的锂矿跟中国大陆合作，而不是给美国。美国气得半死，他还是跟中国大陆合作。为什么？因为对他们的国家有利嘛。所以这些领导人他自己很清楚知道，到中国来，他得到的是支持、温暖。而在欧洲、美国，他们得到的是大小眼的对待。对，所以每个国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嘛。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发现这1-2年很多国家都跑到中国大陆来跟习近平见面。苑老师怎么看？我先强调一下塞尔维亚的处境啊。以前我在欧洲住的时候，有个国家很大叫南斯拉夫啊，里面最主要的国家叫它的首都在贝尔格莱德也就是贝尔格勒，我们那时候讲。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苏联垮了以后呢，这个南斯拉夫就整个分裂了那个离这个奥地利最近的叫斯洛维尼亚，就这个川普的老婆梅拉尼亚，她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塞尔维亚的话呢，为什么遭人这个杯葛制裁堵住什么的？因为大家看塞尔维亚的国旗就知道了，塞尔维亚的国旗居然呢，就是跟这个俄罗斯的国旗长得一模一样。他那个俄罗斯的双头鹰那个国徽就赫然在他的国旗之列也是往东看往西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目前为止，吴契奇这次到大陆去访问就连今天喜极而泣的话，他至少哭了2次。第一次的话呢，就是他欢迎的仪队他非常感动。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以他这样的国家因为大家不要忘了，1999年的时候，为了科索沃的问题那个南斯拉夫主要是塞尔维亚挨炸，在美国炸了78天了，那这个情况是非常惨的。那现在塞尔维亚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加入欧盟，那更不要说北约了那么塞尔维亚其实也是处处很小心，尽量跟俄罗斯走得远一点但是呢，他哭了2次。那第一次的话呢，就是看到那个仪队那个仪队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同时呢，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的总统的川普，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总统这个普丁也是这种一对，然后对他这种小国也是这种一对。其实这个塞尔维亚
原来的话呢，并不算小，但也就是600多万人的啊。讲起来，现在变成一个小国，它的国家很惨。原来南斯拉夫是个很大的国家啊，现在海岸线都整个给了克罗埃西亚，现在塞尔维亚变成一个内陆国啊，就没什么发展。但塞尔维亚跟中国长期来被逼的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也导致这个结果跟中国就拉得特别熟。那最近有几件事情了，除了访问以外的话呢，另外塞尔维亚的话呢，曾经接受过，大概2-3年前的话呢，那个运20啊，送了好几趟的飞机啊、武器啊过去。那另外最主要是它开放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之间的这个也不是高铁动车啊，200多公里。那原来是100公里，后来延伸变成400公里，大概是要从贝尔格勒到这个布达佩斯。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话，那这个武契奇的第一次就是按照这个接待他的仪式啊，这个证照哭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接受了这个友谊勋章啊，也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陆喜欢做这种事情啊，就是不论大小，一视同仁，都是尊重这个国家的地位。那这个是个非常成功的外交，不像川普那么高法。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武契奇也算蛮性情中人的哈。那将军怎么看？这页刚好讲到，一个是这个巴铁哈，另外一个就是塞铁。对，那为什么塞尔维亚对中国这个武契奇为什么会喜极而泣呢？当然除了说是这以高规格的接待，他这600多万人，但是接待他的规格哈，跟美国这个总统川普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他当然会非常感动了。他如果说回想他这个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在白宫里面被羞辱坐小板凳，那这个天壤之别嘛，所以他当然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哈，不只是这方面，你说只是一个仪式就让武契奇感动，我觉得不是如此，而是在2个方面。第一个来讲，在军事方面的话，我们都知道塞尔维亚他曾经在这个南斯拉夫时代哈，这个被北约连续轰炸过，所以他急需要有自己防卫的武器哈，防卫的武器。那现在中国可以提供这方面，他提供给他2种防空武器，一种是 FK3哈，这个中远程的这种防空导弹，那去年送过去，还有近程的是红旗17哈，那叫野战防空导弹。除了这2种导弹之外，哈，这个中国还提供给武契奇什么呢？叫做 CM400的这种空对地的这种空射型的导弹，哈，那个速度是超高音速，速度可以到4.5马赫，可以打军舰，也可以打地面目标。那 CM400那个武契奇，这个他们有没有飞机可以飞呢？我跟你讲，他们还真的没有这种飞机。结果他用什么？中国帮他很神奇的哈，把他的原来老旧的飞机叫米格29，然后改装。他不是改装米格29，完全没有改装。可是哈，这枚导弹挂在上面之后，它可以用平板来发射这枚导弹，发射出去。你说这神不神奇？那当然佩服的不得了。这是在武器方面哈。那第二个，我觉得在经贸上面，这个中国跟这个塞尔维亚还有这个匈牙利哈，其实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塞尔维亚它那个处的地方叫做巴尔干半岛，那旁边有一个半岛叫做意大利半岛。原来中国都知道“一带一路”走的是意大利那边，但是意大利就退出了“一带一路”嘛。那现在中国最好进出的路线就是从巴尔干半岛。那巴尔干岛最南端叫做希腊。如果说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如果说从希腊上去以后，紧接着这个就是到塞尔维亚，然后紧接着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匈塞铁路完工之后，它紧接着就可以到达匈牙利。匈牙利现在这个中国在这边投资的这种电池哈，这个电池的这个工业来讲的话，现在已经稳居全世界第2位啊。虽然说第1位是中国了哈，但中国虽然说产量占全世界90%，这个产量虽然不多，可是它也是全世界很重要。那这次这个武契奇去，中国在经贸上面对它投资什么？投资3样东西。你看这3样东西对它多重要？第一个是 AI，第2个是能源，第3个是机器人。所以它有可能变成欧洲地区第一个发展出来机器人的这个国家了哈。可以说对中国来讲的话是双赢，因为我也可以将我的机器人的产业投资到欧洲地区，当做塞尔维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滩头堡。果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解放军说有新的研究，我们来看到这个新的相关研究，是他们中国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突破的是229核时钟的关键技术成功的产生启动了核时钟所需的145.2奈米深紫外线。未来可能会让中国的潜舰再不依赖 GPS 卫星或是外部定位的
更新下来，进行高精度的导航。好，那所以如果这一项的技术成功的军事化之后，就会提升中国核潜舰跟攻击型潜舰的匿踪能力，削弱美国海军长期依赖的反舰这个追踪的优势。所以大家就说啊，现在看起来啊，中国大陆的军力越来越厉害了，那也包含的是中国的渤海怪兽首现4个武器挂架，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张照片。那这个是中国新型异地效应飞行器渤海怪兽，它机翼下清楚可见4个外部武器的挂架，显示研究的方向恐怕不只限于载运兵力，而且还可能朝着具备武装能力的作战平台来发展。那甚至还说可在解放军最快1小时之内跨台海来登陆。那现在歼35这个舰载化也是在提升，那包含的是中国的海军航母的战力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陆官媒释出讯号，加上卫星影像显示航母疑似进行改装，所以外界很关注这个歼35是不是将要部署到现役的3艘航母。那一旦成真就意味呢，中国大陆的航母打击群的战场感知跟远程攻击的能力都进一步的提升。那以及我们看到歼10 C1 以及台风战机呢，这2个大家就有互相在比拼就发现说巴基斯坦空军曾被指在一场中东多国联合空军演习当中，借由中国国产的歼10 C1 的战机跟卡塔尔空军的欧洲台风战机模拟对抗。你可以看到这2家就模拟对抗结果呢以9-0横扫欧洲航空天花板，打得对方全无还手之力。所以呢，根据美方他们有做相关的这个分析军事杂志就说央视罕见的证实这个歼10 C1 的作战能力，凸显中国第4代战斗机的技术成熟度，中欧防务能力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所以可以看到大家就说嘛，中国大陆现在军力超英赶美，越来越强。好，那当然中国还有一些王牌就是稀土，但是我们要先看到的是卢比欧。因为美国国务卿他到了新德里来会晤澳印日代表，试图要重振4方安全对话。好，尽管川普之前讲到了美中 G2 论引发盟友不安，但是卢比欧希望强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来巩固印太同盟关系，借此应对中国在科技资源领域的垄断地位。那现在澳洲也拼关键矿物强国，但是澳媒敲警钟，说其实澳洲正在跟随美国的脚步积极建构像是一些关键矿产的自主能力。但对美国而言，或许可视为是国家安全的胜利，但对于澳洲而言其实必须要审慎思考，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参与，澳洲是否真的有能力独自的筹建而且营运这些造价高昂的矿产项目呢？好，那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内部的裂痕其实比表面还要更深说美国优先考量国防制造所需的矿产安全性，但是像东亚以及欧洲的工业化盟友，虽然确保这供应稳定，但是又不愿意彻底的放弃低成本跟高纯度的中国原料，所以也是很矛盾。好，那路透社则是引援中国海军的数据说，自从去年12月开始中国已经停止了对日本出口这个相关的一些稀土，那晶片的制造所需的关键金属镓的出口也几乎全面暂停，只有极少量的氧化铱维持零星的出口。所以可以看到日本其实有点被说心口不一，因为呢这个中日部长在 IPAC 上面有短暂的交谈但是日本就是说我们现在沟通很重要那对比的就是日本现在还是有希望能够强化太平洋防务增配空域雷达。那还有就是说日本的 P3C 掌控这个中共的2栖攻击舰到西太平洋的连续动态，希望模拟来牵制美军吗？那以及日本又再武装强化了远程飞弹的战力，要因应的就是中国跟北韩的威胁。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局势现在中国大陆确实手上握的牌蛮多的未来教授，大陆的国防工业的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它用军民两用的发展也就是说军方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技术，如果能够作为民间商务使用，它也可以移转过去。如果不影响国家安全的话，民间的发展也可以移转到军方里面来。我觉得这个大战略的一个推动，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代表什么呢？一个
大战略正确了，然后它的一贯性一直推下去的时候，它在一段时间内，它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那现在您看到的，不管是民生科技啊，还有就是军用科技，中国大陆是双成长，都属于井喷式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就会让美国它惊心胆跳了，因为原本美国他认为他还占有优势的，他慢慢的失去了优势。您提到的有关于潜舰的问题，潜舰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不被发现。一旦被发现，那基本上存活率就很低，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发现即摧毁，这个在海军里面所常常共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军事准则，就是发现了就是被摧毁。那所以你尤其是核动力潜舰，你要保证你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常讲说相互保证毁灭是核嚇阻止你对方使用核武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一个战略。那它的战略的一个执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核动力潜舰。核动力潜舰它搭载的就是核导弹，可是问题就在于如何使你的核动力潜舰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发现就有自我保存的能力，你就拥有绝对可以反击的能力。那这个的话，你就会有效的嚇阻住美国对你使用核攻击、核打击，这个是致命的，也是属于国家战略上最重要的。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核动力潜舰的一个突破这个会使美国更棘手。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当美国更棘手，美国就更不敢使用核打击。那也就是会逼迫美国跟中国大陆，如果爆发军事冲突的话，只能回到常规武器、正规武器来打。如果一旦回到正规武器来打，美国如果是攻击方，他没有任何胜算，因为主场优势在中国。所以我们想，美国的各个不同的几十次的这种兵推，在东海、南海的一个战争，美国从来没有胜面，一定是稳败无疑。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就告诉你说，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在美国人来讲，坦白说，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大陆眼中来讲，你根本已经没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只是维持你的颜面，让你嘴巴叫一叫。但是实质上大家都知道，所以美国事实上在日本已经不是驻军了，美国是任务的移防了。他把他的有价值的军事资产，其实都早就移转走了。这个我想都是公开跟秘密。另外，有关于欧洲战机这次很掉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并不是用最先进的4代半的战机，而是用我们讲顶多就是4代的战机，歼10还不到4代半了。然后欧洲战机是4代半的战机结果4代半的战机打不过中国的4代战机，那更不用讲5代战机了。5代战机就歼20嘛，歼35。那你想欧洲的战机的发展水平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代间差了。好，将军怎么看？这个欧洲有2个风，一个叫台风，一个叫阵风号称欧洲的双雄战机。是。那阵风战机我们耳熟能详嘛，是法国生产的；台风战机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联合生产的飞机那当然居然这2种战机都败在歼10C的这种手底下去年我们知道这个5·7空战，这个巴基斯坦去打印度，击落了3架法国的阵风战机。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习之中居然用9-0，但是虽然不是实战可是居然也击败了台风可见欧洲这两股风都不是歼10的这种这个都是他们手下败将那这次9-0很特殊的，我特别去研究过这场这个演习的过程，其中有5架是在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被判被歼10击落，被判击落了那有4架是在中远距离的时候就已经被击落了。那为什么歼10C可以创下这9-0，而且不管是中远距离或者是短距离的格斗，它都可以创下战绩？我们先讲远距离来讲的话，当歼10C战机配备的雷达叫 KJL。这款雷达，它的这种探测距离可以到500公里之外，同时锁定好几个目标。同时，它配备的我们都知道是叫 PD-15导弹，是中远距离的这种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氮化镓雷达，它探测距离是300度，也就是说它飞机本身它探测不到之外，大概这个整个方向出去有360度的300度的一个扇形，它都可以扫描得到。所以远距离它当然获得优势。那近距离它为什么也可以获得优势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进气口，大家看到它
这进气口蛮特殊的，是在它肚子下面有一个方形的。他们当初设计这个进气口的时候，它可以减少雷达波的这种反射哈。第二个，它的这个驾驶舱的座舱罩，它涂了特殊的这种涂料，也就是镀膜啊，我们讲镀膜。在上面可以有效的吸收这个所谓的雷达波，所以也因此它在短距离格斗它的这种灵巧性，或者是先敌侦察性、先敌探测到敌机的位置，这个操作性这个都是比这个台风要好。但是从上次去年的5期攻占到这次的台风败下阵来，可以证明中国这只是歼10啊。那如果说5代战机歼35，甚至于6代战机，我们知道有歼36，甚至于歼50来讲的话，那可能那个战力可能又比歼10要强很多哈。那再来我们讲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潜舰它这个这个所谓的核子钟大家知道这个。有时候时间跟空间是连接在一起的，你必须要用时间可以换算出空间的位置。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以前他们海上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判断我到什么地方？他带一个时钟早上6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现在时钟是6点钟，就航行到了往东边航行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一看，早上是凌晨11点钟他就用这个来断定我现在是在东经几度，大概利用这个原理，他用这个时间，用这个钟来推算出自己的定位位置。当然了，这个核子钟来讲的话，它一定是更加的精密所以它能够避开用 GPS 的这种方式来定位。是。好，我们最后问苑教授怎么看？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消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土229的消息，是有关于这个核能潜舰在水底下不被发现的然后底下渤海怪兽的话呢，是看起来样子很明显，就是为了登陆作战做的准备。然后底下的话呢，这个3艘航空母舰都可以停这个歼35的主要目的。就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清楚了，就是跨海作战的时候要打击这个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里面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这非常清楚。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日本这边的话呢，要改善要因应把这个出云舰改成那个航空母舰，要停那个F-35B 就是可以垂直升降。那主要目的的话呢，我觉得美国的策略有改变了，是希望重新武装日本，让日本好好负担起这个第一岛链这个工作，跟大陆较量。这个所以说大陆7早8早就开始禁止这个稀土了那么有关于这个歼10C1的话呢，跟这个台风战机是欧洲的重要的，就是4个国家，刚刚将军提到过了那我现在提到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关键有2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个是发生在2024年的1月这发生在1年在卡达举办的一个叫做去扎尔2的一个演习的事情然后里面呢就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歼10C1面对了这个卡达尔所买的这个台风战机，结果呢打出这个比例的话呢，然后那个另外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刚刚没错，就是说大陆的话有源相控雷达的话呢，是能够在远距方面的话呢，远距好像是4:0吧，近距离的话呢用 PL-15这个叫霹雳15的飞弹的话。好像是5:0，合起来是9:0吧，是这个情况。这是演习这不真的打下来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拖了2年多而且甚至于话呢，就是巴基斯坦在打5期空战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他碰到是阵风战机嘛，有人翻译成飙风战机。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卡达尔买了欧洲的战机被打得这么惨的话，他怎么敢公布对，不能公布公布的话就完蛋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情有可原的，他不公布理由，但是他公布的消息是非常官方的，他是央视里的军事科技里面公布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情况连我都慢慢了解到，说你的雷达先进你的飞弹先进，所以那个远距跟近距的话呢都能够。大概就是5+4等于9:0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打下来什么东西。那但是这个演习的话，已经证明了歼10C1非常非常厉害那么我觉得呢，刚刚也讲了，歼10C1的话呢，就是想要看到都可以看，请大家到成都去的那个成都飞机公司里面的话就可以它也展现出。